大家好，欢迎来到行箱子频道。在吃完午餐之后，我们就准备搭车前往下个景点了。爷爷高千岁之后，接下来的景点都是在熊本市区。虽然吃饱饭很想睡觉，但一想到2天后就要回到台湾，还是努力记录起沿途的景色风光。经过太阳神长时间加持的地瓜牛奶，终于有人愿意喝了。我们很认真听呢，我们很认真听呢。开个玩笑，你们不是都在睡觉吗？慢慢的从山林变成都市景观，大概花了2个小时的车程，最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熊本市区。在熊本县政府的正大门散步道上，种有许多的银杏树。每年的秋天，这些银杏树会变成一整片的金黄色，会出现很像在梦里才有的美景。许多旅客不仅来这里散步，还有来这里拍照和写生。这里也是非常多年轻人喜欢在这里拍一些抖音的影片。看到一整片的金黄色树海，心情也确实好了起来。在这里还有一个知名的景点，在熊本市出生的人气漫画《海贼王》的作者，为了支援熊本地震灾后重建而提出的海贼王熊本复兴计划。九州大地震过后，熊本急需灾后的重建基金，于是他在熊本各地区自资设置了9座草帽海贼团成员的雕像，作为默默推动熊本复兴的一份力量。一个漫画家出钱出力帮自己的家乡灾后重建，就好像猪脚路费一样勇往直前的精神，确实没有比这更浪漫的事吧。银杏树的寿命极长，据说一株银杏照料得当，甚至可以活上10几20个世纪。在物换星移的几千年间，银杏慢慢储存力量，一点一点的渐渐长大，从幼苗到开花结果，往往需要几10年的时光。这股韧劲正是银杏的真实写照，也象征着熊本灾后重建的精神。所以我等一下在那边一组一组来把你手机开着过来拍照，拍完照之后往里面去自己拍自己的。接下来的行程是搭乘萌熊电车苦毛猛，以苦毛猛为主题的彩绘列车于2014年3月开始运行。虽然我不是铁道迷，但是来这里解锁一下特殊景点，感觉也是很不错的。还有吗？还有时间吗？好了，剩1分钟。我们是从上熊本站到北熊本站，预计车程大概是10分钟左右。而当时搭乘的人基本上都是观光客居多，搭乘的乘客可以近距离看着车长开电车，也算是很新奇的体验。其实搭电车也是体验一下当地生活的方式，虽然没有办法在日本久住，但偶尔去陌生景点拍照录影，也算是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吧。到了车站，导游就发给我们1人1张明信片，算是专属于萌熊电铁的搭乘纪念。在纪念品专卖店还有橡皮章可以盖，可以让你带回台湾当做一个纪念。在北熊本车站内有熊本电铁的限定商品可以选购，
不过可爱商品对我们这群大叔来说，好像已经过了会兴奋的感觉。到这年纪会让我感动的，只剩下旅程上会经历的人事物，以及会印在脑袋里特殊的故事跟风景了。所以像一风堂一兰拉面这个都是福冈出来的这个拉面，都是做豚骨的福冈旧称博多，所以你在台湾如果看到那个拉面店它写博多拉面，就是什么味道？豚骨。右前方这边卡米通这个拱门进去上通商店街这是上通商店街来马上看一下左边这边有一个叫下通商店街下通更长所以我们是从下通的最那边逛过来接下来我们要去参观的地点是位于熊本城旁的英之马场城产院，那里有着仿照江户时代的城下町可以参观。如果各位造访此地有时间的话，在博物馆的大厅可以租借古代的服装，游客可以扮演成忍者、武士或者丁娘来游览熊本城，更能体会江户时代城下町的风情。因为我们到访的时间有点晚了，所以时间上也不太充足，也只能在这附近走马看花，最后到纪念品商店去打发一下空闲的时间。没想到大叔趁机跑去城堡外围的附近探索，让他多解锁了一个新的景点——熊本稻荷神社。其实这里附近还有很多景点可以看，不过受限于时间的安排，想看多几个新的景点，就必须趁空隙的时间快点跑过去看。不过跟旅行团最好能够在路程5到10分钟内回到的距离是最为恰当，这也算是多年跟团的心得。在投饮料等待的时间，天空突然出现一大群的乌鸦。话说乌鸦是最有灵性的动物，它们能感知到地震与磁场的变动。因为日本是多地震的区域，也让我们保持了一点警惕。其实来熊本城已经是我们第2次的参访，第1次参访是距离现在9年前，也就是熊本大地震之前。出于好奇心，我们想去看看熊本城外围的修复情形。西元2016年，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震度7级的强震，熊本城也遭受到严重的损害。熊本城正门及天守阁入口多处石墙崩塌，主建物的墙壁也出现多处裂缝。熊本城外围的长墙也遭受到重创，出现100米的崩塌，初步修复的时间可能要5到10年，甚至到20年之久。当时还以为有生之年都没有办法再参观这座美丽的城堡，结果居然只花了8年，就让天守阁完全修复，城堡可以恢复参观，内心也开始期待明天熊本城的参访行程。我们今晚住宿的地方，听导游说是一间不错的饭店，是位于熊本商店街里面。
而我们需要自行拖行到住宿的地点。今天晚上旅行社行程没有安排晚餐，所以我们就打算快速的放置行李，就来探索这片未知的地区。下通商店街是熊本最大的拱形商店街。这个兼具开放与明亮的商店街里面有许多朝气的百货公司、服饰店与餐厅，还有很多营业到深夜的居酒屋与酒吧、卡进狗。在这里，导游也提醒我们尽量不要走暗巷，因为暗巷里面也是成人声色的场所聚集地。这里我们打算先去书店找几本书，然后再去找一间餐厅吃饭。我们每年跟妈祖香灯脚结缘的年历春联构思，有些都是从日本的书籍去学习而来。对于书法字的美感设计，日本真的是非常用心跟专业。多日的大餐，今天想让肠胃休息一下，所以我们决定来吃一兰拉面。虽然它非常的有名，但我可是第一次吃。这里需要先在贩卖机购买餐券，然后就会有服务生带位来等待餐点。我吃的感觉是面偏少，汤头还可以，不过肉片很薄，不够吃。很适合喜欢独处的人来用餐，私密性非常的够。全部吃完，碗里还有字，应该是好吃的意思吧。难得看到和服的专卖店，真心觉得女生穿和服就是好看。虽然穿起来很繁复，但是给人就是一种高雅的感觉。因为有很多店内都禁止摄影，所以多半都是一些走马看花的镜头。不过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逛，但就是口袋的钱不够多。真的逛完街才发现肚子又饿了，最后我们决定打包各自的食物，就先回饭店休息，结束今天的行程了。